爸爸最喜欢又听话、成绩又好的孩子。你不是想让他教你弹钢琴吗？要是成绩不好的话，你爸爸可不会教的哦。快去。哎，东东，别忘了叫爸爸。快去吧。就是魏红这个人呐。爸爸。你叫什么？谁让你这么叫的？我在问你话，谁让你这么叫的？是妈妈。东东，怎么了，东东？他叫了什么？谁让你这么叫他的？东东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他叫你一声爸爸，哪儿错了？陈凤英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算离婚了，也不可能和你结婚。行了，大志，你少说两句吧。那凤英为了你付多少，你心里应该是清楚。行了行了，凤英别哭了啊！你也应该体谅大志啊！你看这些天来家里发生多少事儿，他心里肯定挺烦的，所以脾气不好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呀，哭得跟小花猫似的。哎，大志，干什么去啊？魏红，你看那片荷花多漂亮，要不咱们过去照两张相？哎，对对对，我给你们照，我给你们照。你们去拍吧，我想坐一会儿。哎，魏红，这要不咱们去划船吧？划船多好玩啊，哎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我不想去，你们去吧。那要不魏红，你看你想玩什么啊？我跟你嫂子都陪你去，难得咱们出来一天，你看这门票不都买了吗？就是。不是魏恒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何必为了那个臭男人，你把自己搞得那么一蹶不振的呢？我也不想，可是。你们的事情我一点没帮上忙，反而还要你们为我操心。哎呀，你还跟我们客气什么呀？这不过我倒是觉得，你应该找点什么事情来做，好分散注意力，这免得你老是走不出那个阴影。这要不你去练什么瑜伽，放松。出什么馊主意呢？你是不知道，那魏红呢，从小就不爱运动啊。这个，要不咱们就像之前说好的那样，你在家办个补习班，你负责给那些孩子们补习，我和你哥呢就给这些孩子们买菜做饭。这样你一忙起来，什么烦心事你不就忘了吗？这二来，我和你哥的就业问题，这也解决了。哎，对，这主意好啊！魏红，你看呢？这好倒是好，但是我们学校现在不让老师在外面办补习班，那万一让学校领导知道……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怕这年月，撑死打大的，饿死点小的。我看见小区好几个老师都在家办补习班呢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啊！明天我和你哥就去买桌子买板凳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就说这个补习班是我办的。对，哎。那好吧。心烦意乱的陈大志本想回母亲家里清静几天，结果被陈凤英一弄，心情更是糟糕透顶，随即便返回了培训班。而此时的周卫红为了转移痛苦，在哥哥两口子的张罗下，补习班也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。来，这边来坐。请问这里是补习班吗？对，来，请进来。稍等一会儿啊，我一个一个来。好。周老师，你早该办班了，
你得好好帮帮我家的孙子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谢谢。请问周老师是不是在这儿啊？哎，对，在这儿。哎，我给你介绍，那位就是我们的周老师。他就是周老师。这周老师。你好。哎呦，真年轻那也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李小强。哦，小强哈。周老师，你真年轻。我就是听那些家长说啊，你教孩子教的特别好，所以说我就把我们孙子啊带到你这儿来补习补习。行，放心吧。要不这样，先去登个记，好不好？好。刘梅，来，这个孩子登一下记先。好。去登记。来，小朋友，那你先坐一会儿。行，你拿。哎呀，你这房子真好看。都是老房子了。老房子都这么好看，不错，有本事。校长，喝点茶吧。凤英，你今天有话想跟我说吧？是这样的，校长，您看，东东也快念小学了，我始终觉得县里的学校比不上城里的，我打算带他到城里去念书。你是想去找大志吧？那你县里的工作怎么办呢？校长，我今天来就是为这事儿，您看能不能找关系把我调到城里去啊？哎呀，这事儿呢，不是我不想帮你哈，他不是说我找人想给你调就一定能调成的，而且呢，你是咱们学校的教导主任，即便是给你调到城里了，那绝对不可能是平调，那你多吃亏呀。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了，我只是想让东东跟大志生活在一起，这是我欠孩子的。你呀，就是这么太执着了，这么多年也是真委屈你了。不，校长，你对我和东东都特别好，是我们欠您的才对。行了，在我的心里呢，我早把你当成我的亲闺女了，对你们好呢，那也是应该的啊。校长，我决定把这边的房子卖了，去城里买一套学区房，以后就安心的带东东在那边念书，也可以跟大志生活在一起。那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就尊重你的意见。只是以后我和东东就不能陪在你的身边了，您不会怪我吧？等会儿，你看这个写错了吧？来，吃馄饨喽！孩子们，来休息一下，先去吃馄饨。来，站好啊，慢点。来，不要抢啊！阿姨给你们盛。哎，人人都有份儿。来，筷子拿好啊！这是你的，谢谢。来，婷婷，谢谢。慢慢吃啊。婷婷，这是你的，都好了啊，不要着急，每个人都有啊。来，魏红啊，来，你也吃点，我也吃。谢谢啊，客气什么呀？
你说啊，这以前呢，这个家全靠你操持，现在就不用了，你只管安心工作，什么你都不要管，就交给我和你哥了。哎，你说啊，你跟那个陈大志结婚都20几年了，这尽心尽力的伺候他们爷俩，这到头来呢，人家也不珍惜。所以说呀，这男人是千万靠不住的，只有自己的亲人才是最心疼你的。所以以后啊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由我们来伺候你，啊！谢谢你啊，嫂子。嗨，别客气，吃吧。哟，这挺热闹的啊。魏红，我给你买了阿胶。孩子们，够不够啊？不够，一会儿还有甜点啊，慢慢吃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拿东西。魏红，阿胶我给你放桌上了啊。哎，我麻烦你，你能不能一次性把你的东西都拿完呐？你不能今天找个借口回来拿衣服，你明天找个借口回来拿裤子呀！我告诉你，这次我们家魏文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，绝对不会回心转意。行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别叨叨了，行不行？我就是回来拿东西的。你回来拿东西，哎，你不是有2个家吗？啊，什么东西都备了双份儿，你干嘛上我们这儿来拿呀？哦，你是不是被那个狐狸精给撵出来了？哎，我说刘梅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过分？从名义上讲，我还是这个家的主人。再说了，我和魏红的事情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哎，你有种你给我再说一遍，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魏红跟你离婚呐？你这张嘴啊，怎么就这么让人讨厌？哎，一个男同志用手指着女同志，这样不合适。魏红，面条给你买回来了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今晚活动给我准备的。哎呀，魏红，哎，你是哪个孩子的家长？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就太没礼貌，你这。怎么样？这都是我的创意。你弄的？是啊。原来花呢？看不出来，你对周老师家还挺熟悉的嘛？啊，你想想，原来阳台上种的花花草草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如种点菜呀，这些。你看周老师和孩子都能吃上新鲜蔬菜，这多好！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肥料。肥料？什么肥料？啊，就是用淘米水啊、水果皮儿啊、不要的菜叶啊，把它搅和在一起，发酵以后啊，就成肥料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些菜绝对没用过一点化肥，纯天然的绿色植物。哎，你看这葱长势多好啊！等，来，不是你给我起来！不是你是个什么人呢？你怎么可以在别人家里这么随便呢？这原来是个花园，你怎么就弄一菜园子呢？你说什么？哎，来，魏红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啊，你过去。哎呀，那个李大哥，你看咱们家魏红专门给你炖了银耳汤，来尝尝，润润嗓子。哎呦，吃完饭还有甜点，这待遇可真是。哎呀，这比起你对我们家魏红的关照，这算什么呀？所以李大哥啊，你以后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。我们早就把你当一家人看待了。哎，太甜了，好喝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丫头来了。你脸色好难看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没事。
有可能是昨天受了感冒。爸，你先坐一会儿啊，我给你煮面吃。吃过了，我给你买了些东西，给你放冰箱里啊。爸，你平时胃不好，要记得少吃太辣太凉的东西，要记得按时吃饭，米饭呢一定要煮得很软。晚上要是饿了呢，就吃点牛奶呀、饼干什么的，就再睡。我跟妈呀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丫头，爸心里难受，是爸自作自受，爸心里后悔。你妈妈呀，是一个善良、贤惠的人。可是我却伤害了他。爸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妈妈也只是一时接受不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想尽办法让妈妈打开心结，重新接受你。丫头，早在8年前呢，我和一个女人呢就没有了联系。后来看着东东一天天的长大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和你妈妈分开。爸，我相信你。好了，咱先不急这一会儿，你先把面吃了，办法咱们慢慢再想。吃面。我知道错了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我求你不要和我离婚，我不想失去你和瑞瑞。姐，我还有家长。娟子大哥，你以后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。我们早就把你当一家人看待了。钱你拿着，按照清单上的东西买啊！你记住了，一定要还价，不要人家说个什么价你就给。如今咱们菜买多了，时间长了可有数算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天到晚啰啰嗦嗦，啰啰嗦嗦，说那么多遍，你烦不烦？我不啰嗦，你记得住吗？是的，好，行，你走，你走。哎，你记住了，你想吃什么，你买回来我给你做。
小子，啊哟，包这么多馄饨啊？给孩子们当夜宵的。那行，我洗的时候帮你一起包啊。哎，魏红，那个，昨天晚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我说，你跟陈大志都分开那么长时间了，习惯了没有啊？习惯了，挺好的。那你们以前大概这多久那么一次啊？我们都挺忙的，大概半年吧。半年？不是你们这个生活也太有问题了吧？不是我说你简直就是把自己的男人往别的女人那儿推嘛你！嫂子，我跟大志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魏红，咱们结了婚的女人就应该注意自己的保养，这不然怎么留得住男人的心呢？这你看你脸上都长斑了，要不你试试我那个祛斑霜？我跟你说，你放心用，我那可是知名品牌百花芳的呢。你看，效果不错吧？哦，对了，你哥前2天在那个现代女子医院给我办了张体检卡呢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张卡是又好又划算。等哪天你有空了，咱们一道去，顺便弄弄你这张脸。这女人千万对自己不要太小气了啊！你哥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这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忘了拿。哎，李大哥，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魏红在啊。李大哥，你是不是孙子落什么东西在咱们家了？没，哪儿啊？昨天呢，我在那个阳台上种蔬菜，那些孩子啊玩篱笆，玩了以后又是摸门，又是摸那个门框子，又是摸玻璃的，到处摸起手艺。你看，我就把我们家那个擦玻璃这工具啊带过来，这工具特好使，然后我就想着帮你们把玻璃给擦擦。啊，这李大哥，咱们家有做清洁的阿姨啊。对，不用麻烦了。哎呀，你看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6，你们家阿姨不是礼拜4过来吗？人家周老师啊特爱干净，到处都是手印啊，这多不好啊，看着心烦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去擦玻璃啊，快得很。那就谢谢你了，李大哥，你有什么事你叫我就是了。行，您忙你的，别管我啊。哎，谢谢啊。你觉得这李大哥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。嫂子，你别瞎说，你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他要是对你没意思啊，他干嘛跑到我们家来又种菜又打扫的，吃饱了撑的？他就热心呗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李大哥嘛，这人挺好的，这性格又开朗，这人在哪儿啊，笑声就在那儿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这个人呐，实在又细心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，找男人呐，就要找一个对你自己好的，什么事儿啊都把你放心上的，不像那些小年轻们讲什么情呀爱的。我觉得，要不你们2个发展发展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嘛。嫂子，瑞瑞他最喜欢吃馄饨了，我趁现在有时间给他送点过去，你赶紧用盒子帮我装一点啊，我去拿包。哎，你好好想想我刚刚跟你说的啊。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今天来是有事要告诉你。找地方坐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。东东快念小学了，我想让他到城里来念书。到城里来念书？
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是担心你忙，所以就自己安排了。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在这附近买了一套精装修的学区房。以后我们母子俩就打算定居在这边了。你怎么想什么你就做什么呀？那你工作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想让儿子跟你生活在一起。再说，他一直闹着想学钢琴，正好你可以教教他啊。学钢琴？学钢琴在哪儿不能学？非得到我这儿来学？你是不是嫌得你把我家搞得还不够乱？妈妈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再也不学钢琴了，我再也不学钢琴了。我为你放弃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让你们父子团聚。已经委屈了儿子这么多年，你总不可能不认他吧？现在终于有机会，能够让你正大光明地照顾他，难道你还不肯认他？这事我妈知道吗？既然你把房子都买了，我也不想说什么了。真的，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。过几天我要回老家去办过户手续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儿子？我照顾他。谢谢了，爸爸。儿子叫你呢。东东，乖。哎，美女，看看我们这个祛斑套装吧，祛斑、美白、嫩肤一步到位的，沿用宫廷祛斑法，采用鲜花提取，纯植物祛斑，安全更有效。你看试试。要不我再看看吧。啊，这样，我给你一个试用装，好用再来。要不我去试试。好的。喂，不就请你来帮个忙嘛，这有这么心不在焉的吗？什么事儿呢？哟，你这有爹妈养的人，还有心事啊？恐怕比我这种放弃大学生活、提前进入社会的人幸福多了吧？幸福什么呀？家都快散了，我爸妈要离婚了。他们感情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说离就离啊？我爸在外面有人了，还生了个儿子。什么？哎呀，这女人啊，就是可悲，稍微上点年纪吧，就留不住男人的心了。哎，这样，改天把你妈带来，我给她好好推荐我们几款的保养产品，让她呀重回年轻风采。让你爸后悔去吧。跟你说正事儿呢，就这推销你的产品。没有，我说真的，这百货方产品真的挺好的。妈，啊，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怎么这么久不回家，不要妈妈了？是你不想要我了，好吧？就算我回去，估计也只能睡客厅吧。你看看你那小心眼儿的样子，舅舅舅妈住的是书房，人家舅妈每天把你的房间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就等着你回去呢。你那天还说那么多伤害他们的话，自己想想看，应不应该？我是不想让你跟爸爸分开嘛。妈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你哪天回去，给你舅舅和舅妈道个歉。你看，舅妈专门包了馄饨，让我给你送过来，可好吃了。怎么啦？不喜欢吃馄饨啦？妈，
需要馄饨的人是爸爸。好好的，你怎么总是提他呀？妈，现在爸一个人在宿舍里面特别可怜。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发烧了，饿了，冰箱里什么都没有，只能煮面吃，还把手给烫着了。他烫的严不严重啊？还好。那是他自己活该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去折腾，这能怪谁呀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爸都说了，他跟陈凤英真的只有那一次，后来完全是为了东东才跟他保持联系的。妈，你跟爸在一块这么多年，你应该很清楚他的为人。东东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不能狠下心来不管。妈，爸那天说的时候特别真诚，他都哭了，你就原谅爸爸吧。他骗了我整整8年，你要我就这么原谅他？我没那么大度，我也做不到。那至少你也可以去看看他呀。不管将来你们发展成什么样，他都始终是我的亲爸爸。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们做朋友也可以的嘛。朋友之间互相关心也是应该的呀。妈，走吧，我们一起把馄饨给爸爸送过去，顺便你再教他做几个菜，这样至少他能凑合自己做饭吃。你也知道，爸爸的胃一直都不好，一直吃餐馆的饭菜，他受不了的。妈，走吧，走吧。行了，东东，今天呢就到这儿。行了，你别弄了，该让东东回去吧。没事儿，你给东东再讲个故事啊，我就差不多了。对了，大志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以后洗洗涮涮的就别管了，交给我就行了。你呀，只管安心工作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志。哎，等一下，马上。爸，我把妈带来了。妈，你别走。爸，这个女人为什么在这儿？我问你，她为什么在这儿？丫头，你不是说不想跟妈分开吗？我好不容易把妈劝来了，你怎么这么表里不一呢？瑞瑞，不要打扰他们，走。哎，桂红。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丫头。妈，你等等我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要不然呢？让我在那里看他们一家3口秀恩爱吗？凭什么说他们是一家3口？谁承认他们是一家3口了？你刚才不是已经看见了吗？瑞瑞，咱们别白费心思了。我跟你爸回不去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懦弱呀？你争点气行不行？让我怎么争气？难道要我为了你爸去跟那个女人争风吃醋，去跟他打得头破血流吗？那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放弃啊！我不能不顾及我自己的感受吗？感受？你们谁考虑过我的感受了？那怪谁呀？怪我毁掉这个家吗？我20年如一日，辛辛苦苦照顾你们父女俩，我换来了什么？大的背叛我，小的指责我，你们到底有没有点良心呢？
我之前怎么说的？这一时心软，肯定会后患无穷的。这又被我给说中了吧？这样下去，你妹妹非疯了不可。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闭上你那乌鸦嘴呀？好事一件不灵，坏事件件都灵。我说呀，他就应该快刀斩乱麻，说离就离。那个姓陈的都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干嘛为他考虑那么多？我马上过来。大志，你别担心，校长他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。医生，校长他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。校长，大志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校长，我应该留在校长身边照顾他的，都是我不好。那他怎么样了？我没有妈了，没有。大志，节哀。没想到老校长走得这么突然。再过1个月啊，咱们同学会就开始了，还请了老校长参加的。没想到走的，胡主任，你有这份心，我代表我妈感谢你。谢谢。魏红，老校长啊，人是严厉了点儿。可他处处啊为我们着想。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不理解他，都埋怨他，处处跟他作对。现在这些同学都长大了，终于明白了，他老人家呀一心都是为了我们好啊。谢谢你啊，胡主任。你那边请坐吧。好。
少，这陈大志也太过分了吧？他居然让那个女的跟你妹妹戴一样的白纱，那两个小的也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你小声点儿。我现在不说什么时候说呀？非要等到他们在你妹妹头上拉屎，你心里才舒服呀？我找他去，太欺负人了！干什么你？哎呀！咦，这女的是谁呀？难道是陈大志的妹妹？不是，陈大志是独子，他哪来的妹妹啊？你把孩子带上，赶紧走。校长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，校长？妈妈，你听见没？我让你。校长，凤英对不起你啊！奶奶，喂，你听见没有？刚才这小孩冲我叫的是奶奶。难道他是陈大志的？别瞎说。那小男孩要不是陈大志的私生子，我这名字倒过来写。真想不到陈大志会干这种事，魏红多贤惠啊，他还不知足，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，活该。魏红他还挺沉得住气，要是我，早就走了。校长，你起来吧。凤英对不起你啊，校长。各位，感谢大家今天来送王伟兰女士最后一程，而我是作为陈大志前妻的身份，来吊唁他老人家的。我和我女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到来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孩子是陈大志的儿子，也是王伟兰女士心爱的孙子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走啊！哎，你跑来干什么呀你？啊？你如今位置都坐正了，你跑来炫耀啊？你信不信我？哎，刘梅。在家里，冷静一点。你怎么来了？他是来炫耀的。我来找你谈谈。谈？有什么好谈的呀？他如今男人都谈给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嫂子，没事。那我们出去说吧。魏红。有什么话，你就说吧。魏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成全。如果只是为了说一句谢谢，
不必了。哎，等等，我今天来是有东西要交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你应该见过吧？我见过。这个是大志妈妈家祖传的玉镯。这是校长临终前让我交给你的。还有这封信，校长交代的事情我都办完了，我该走了。魏红，这辈子咱们婆媳俩之间的关系就没弄明白过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，却又不知道该找个什么合适的时间给你写。首先，妈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其实，这声对不起早就该跟你说了。大志8岁那年就没有了爸爸。从此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。后来大志遇上了你，他完全变了，变得叛逆，不再顺从。所以我处处向你发难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你。魏红，再次说声对不起。妈就请求你宽容些，请求你善待大志的孩子，拜托了。读着婆婆的信，周卫红哭了。从字里行间，周卫红第一次发现婆婆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温软的母亲的心。顿时，周卫红释怀了，对以前婆媳间的恩恩怨怨也不再那么计较了。1个月后，大志妈妈下葬的日子到了。妈，安息吧。校长，您最喜爱的东东也来了。您放心，我跟大志一定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。东东，妈妈昨天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快告诉奶奶。奶奶，我以后会听妈妈、爸爸的话。还有呢？还有要认真读书，认真学弹琴，长大以后和爸爸做一样优秀的人。大志，这是谁的意思啊？我的意思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跟他是夫妻。爸。日日，跟奶奶鞠躬。妈，魏红和瑞瑞来看你了。您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终于可以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了。魏红以前太固执不懂事，没有尽好一个儿媳妇应尽的责任，还请您老人家原谅我。魏红，你别自责了。今天你能来，妈在天之灵会感到高兴的。这是……怎么，有错吗？那天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只是你的前妻而已。周姐，其实校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看到我们这样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
高兴？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他看到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当然高兴了。东东，这是魏红阿姨。魏红阿姨好。东东，你不是一直羡慕别人有哥哥有姐姐吗？其实啊，你也有一个姐姐，她叫陈瑞，是一名大学生。她画画可厉害了，在学校获了很多的奖。以后你要好好的跟姐姐学习，长大以后要互相照应。姐姐好。你叫我姐姐，那我该叫你什么呀？瑞瑞，事情办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你不是还有事吗？妈，你记错了，今天我没事儿。我就是特别想知道，我到底该叫她什么。只是一个称呼而已，你可以叫我阿姨，之后名字也无所谓。陈凤英，你带着东东先走吧。爸爸再见，魏红阿姨再见，姐姐再见。哎呀，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起斑呢，它跟这个周围环境啊，还有这个自身的那个内分泌啊，有很大关系的。及时祛斑呢才是关键啊！阿姨，你可真有眼光。我们这款百花芳呢，它是那个植物提取的，安全有效，特别舒服。您再用一段时间呐，斑呐就全没了。是吗？那这个乳液多少钱一瓶呢？要不今天我买一瓶？你呀是瑞瑞的舅妈，给你一个优惠价。是吗？有啊。味道不错哎。哎，你们回来啦？小妖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瑞瑞，你有那么一个懂得保养的同学，你怎么不早点介绍给舅妈呀？啊？魏豪，要不你也来试试小优这款新产品啊，不错哎。我就不试了，我累了，我去休息。哎呀，你哎呀妈，这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这张脸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款新产品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来，试一下。我不用了，嫂子。哎呀，来试试嘛，怎么样？热不热呢？妈，你多吃点儿。其实离了呢，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们不必为我操心了。妈，以前你为这个家操心了太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过自己的生活，走出家庭这个小圈子，你就发现外面海阔天空。另有一番风景。爸，现在你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还有儿子和陈凤英陪着你，我很放心。来，干杯！喝嘛！哎，日日，你少喝一点儿。我没事，妈。瑞瑞，虽然我和你爸离婚了，但是你仍然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会一如既往的爱你。丫头，妈妈说的对，我们都爱你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你们接着吃，我进屋了。此时，陈瑞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这个18岁的女孩无声的痛苦，只能让冰冷的水和自己的泪水混在一起。
周卫红和陈大志都想象不到，离婚对女儿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怎么站着呢？随便坐，别客气啊。好，谢谢。你看我这地方啊，又脏又乱的，让你见笑了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呢还是去办公室谈吧。就这儿挺好的。陈校长，你觉得我女儿涵涵怎么样啊？涵涵这丫头呢，勤奋聪明，我相信她坚持的话会有收获的。能得到你的肯定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陈校长，我突然到你这儿来，是不是很冒昧？会不会打扰你啊？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当时我这个地方啊，乱七八糟的，让你见笑了。不错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前夫那会儿才叫一个懒。以前我出差，不管是10天还是半个月，他吃的碗盆子全部给我放盘里，我回来一看呐，全都长霉了，气得我连跟他吵架的心情都没有。所以说，你这儿够整洁的，是吧？不过，陈校长，我觉得你这儿需要一个女人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哪还有精力操持家务呢？我知道你是单身，我十分理解单身的难处。累了病了也没个人问候，像我还要咬着牙照顾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说，特别想找一个可靠的肩膀靠一靠，尤其是像陈校长你这样成熟稳重的男人。不是那个，看我这个地方啊，确实太小了，还热。这样，咱们还是去办公室谈。不热不热。陈校长，你看我们家涵涵这么乖巧听话，又特别讨你喜欢，我自认为自己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待会儿还要上课呢。我怎么了？我不像有些人一点都不知道体贴人。等等，把你东西拿上，咱们上课了。啊，陈校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妈妈，东东，今天谈的怎么样啊？爸爸说很棒，太棒了！但是咱不能骄傲，要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大志，今天咱们一块儿吃饭吧。东东，你最喜欢吃的来了，多吃点啊！来，大志，这孩子长大了，成天问我为什么不跟爸爸住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你看，你现在都已经离婚了。不如搬过来，跟我们一起住吧。我习惯了一个人住。东东，对不起啊，爸爸平时工作挺忙的。东东的户口还在县里，我想把他迁出来，跟着你，这样
可以省去一笔赠书费，不如咱们结婚。你别换着花样的让我跟你结婚行不行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看这把东东带这么大，我觉得我欠你的，所以我平心静气的陪你们吃这顿饭。我对你们好是因为我愧疚。我希望你能够听懂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心里还忘不了他，可是我会等。我有足够的耐心，等你慢慢的接受我。爸，闺女，爸，你有没有办画廊的朋友啊？我想办个个人画展。办画展啊？哎，我还真没有办画廊的朋友。你妈那边呢？她也没有。你别着急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啊。嗯。大志，我倒是有一个大学同学叫林海，他是开画廊的。不知道能不能帮上瑞瑞？是吗？那你帮我介绍介绍。呀！叫什么叫啊，大惊小怪！你说你这些东西啊，能吃还是能喝呀？买这么，你说你这不是铺张浪费吗？这是。我为这个家啊，我操碎了心，我这脸上斑都长出来了，我买点这个算什么呀？我还没怨你呢。你怨我什么呀？你说平时吧，你这嘴不是挺能掰扯的吗？怎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呢？啊，你呀就该说点好听的话，把老太太哄开心，这样房子也有了，存款也有了，多好！这么简单道理，还要我教你啊？你是没见着那个老太婆，胖的。反正我这个人不会说话，我也不会说违心的话。你可拉倒吧！你以为皇上选秀女呀，还挑肥拣瘦？是我自己找老婆，我总得找个顺眼的，是吧？顺眼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顺眼有房子吗？顺眼有车吗？没有吧？所以你现在赶紧去找袁阿姨，让她安排安排你跟老太太是。我不去。哎，我说你就跟我作对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做人他不能太自私了。你为不为我着想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总得为你的儿子、为你的孙子着想一下。我不就是一次相亲失败吗？什么叫我就自私了啊？我怎么就不为儿子、孙子着想了？你要真为他们着想，你看人家老太太条件那么好，对吧？关键人家对你还十分的满意，那你就应该跟着他，这不房子的问题解决了，说不定我们还能跟着你享享福呢。这是我找老婆，你也得顾及一下我的感受，是不是？你的感受啊？啊，你的感受就是要找一个貌美如花的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那样的人你养不起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想那么不着调的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的我也不想跟你说了，你是不是放不下这面子啊？这样，我呢回头我跟袁阿姨说去。君丽啊，我觉得吧，一家人就高高兴兴过，别去提那种身外之物，你说行吗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这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咱家就2房1厅。你现在孙子长大了，他得上学吧？他是不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？那是不是他得有个独立的房间？我和大伟是不是也得有个房间？那你呢？你住哪儿去？哎，君丽，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这房子按揭谁接的啊？是我在付，对不对？这房子首付谁付的？是我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付的首付，怎么我就没住地儿了啊？哎呦喂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父母给孩子付个首付多稀罕呢。再说了，你当初要是不答应交按揭的话，我能嫁给你那个没出息的儿子？你是，我承认我那儿子没出息。君丽，你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你们现在有孩子，你现在再来提这个事情，真的是很伤感情，你知不知道？
哟，您跟我提感情啊？行啊，那你和大伟，你们两个父子情深，你赶紧找个有房子的老太太搬出去。我说你是不可理喻。哎，爸，媳妇儿，大伟，你回来正好，你给评评理啊！我好心让袁阿姨给你爸介绍了一个老伴，人是一退休特级教师，条件特别好，家里有2套房，唯一的女儿呢现在定居在美国，还开了好几家超市，特有钱，隔3差5的就给老太太汇美元。关键的问题是，对你爸特别满意。你说他俩要是成了，咱家所有的问题是不是都不是问题了？哎，可你爸他不乐意呀，他嫌人胖，真不知道怎么做人父亲的，也不为你着想。不是大伟，什么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大伟，这就是你的爸爸，我有时候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你亲爸爸。李明雕，我做饭去啊。哎呀，我这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啊！我才嫁到你们家，真是的，老的吧就图自己快活，小的要是烂泥糊不上墙。我这一个女人家，我女人家成一个家，我多累呀！我气死我了。我接小强去了。我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呀？啊，咱们在家不是说着好好的吗？啊，让你把那个财产重新分割，是陈大志他有错在先呢，你干嘛分他那么多钱呢？当初谈条件的时候，那就是这么说的。你现在让我突然反悔，我做不出来。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瑞瑞的亲爸爸。要是他真的过得不好的话，那瑞瑞他能开心吗？哎，那个男人都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帮他说话？你要搞清楚，他现在办了个培训学校，这搞得风风火火的，这能挣不少钱呢。这说不定人家压根就没看上你那点钱，这不稀罕。那稀不稀罕是他的事情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？你要搞清楚，你现在和陈大志他不是一家人。你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你要为瑞瑞想想。这笔钱够瑞瑞少奋斗好多年的。靠父母有什么本事啊？咱们家瑞瑞靠他自己的本事挣钱。这爹也不管，这娘也不管，我这个当舅妈的，我瞎操心。谁呀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太沉了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昨晚上摘的，我觉得好看，就给你们送过来。免得人家说你家花园变成菜园了。哎，刚才我听你和周老师在争论什么？嗨，别提了。我那个傻妹妹呀，她就是个缺心眼的。咱们之前在家说的好好的，那陈大志是过错方，是他有错在先，他就应该净身出户，这咱们不能处处都吃亏，你说是吧？可人家呢，就偏不听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周老师他真的离婚了？那可不是吗？啊，这儿都扯了，不然我生那么大气干嘛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去给你做饭去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刘梅，今天呢，你就只管动嘴，其他你什么都别做。来，哎，对了，这西红柿洗了没有？洗了。洗了，就黄瓜呢？也洗了。黄瓜也洗了，你看这碗没有洗，我爱洗碗。去休息休息休息啊！你去休息，什么都别管，其他的就我来做啊。
岁岁平安。哎，你别动别动，小步扎着脚，你出去，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去，休息休息，我来收拾。陈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的室友小优告诉我的。最近怎么回事啊？老不接我电话。我最近忙着办画展呢。你还真办起来了？谁给找的画廊啊？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啊？要不我带几个朋友去跟你捧场。你问题怎么这么多？怎么了，瑞瑞？最近对我老是忽冷忽热的。我的大小姐，是不是我哪又惹到你了？我最近是真的很忙，你也别整天游手好闲的。毕业之后该干嘛想清楚了吗？做点有意义的事吧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瑞瑞，我陪你去吧。你烦不烦？回去吧。我。哎，小梁，你们这么多好吃的，这里就不知道了。周老师在家里办了补习班，有好几个孩子嘞。哎，小梁，我妹妹的孩子也想补习，你给周老师说说，到时候给打个折。这左邻右舍的不好吧？这事儿你做不了主，你回家问问你妹妹再说啊。哎，不用问，不用问，我说了算。你啊，这个补习班是我办的，当然我说了算呢。你办的？你一个下岗工人能有这本事儿？哎，这下岗工人怎么了？你看不起下岗工人呐？那你看不起下岗工人，你不要来补啊你！这什么人呢这是？看你能有多久，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校长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周老师，你是一名党员，也是教研组组长，我一直非常重视你。可是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？什么事啊？人家把检举信都递到我这儿了。周老师，你别告诉我有人诬陷你。教委学校一是305生的禁止给学生补课，可你偏偏不听，居然办起补习班，让人家告到教委去了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呢？校长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回去等候处理吧。我查出来了，就是楼下那个马老师。马老师，就是成天看见我们笑呵呵的那个。对啊，就是成天笑呵呵的那个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些人呐，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！那他也太卑鄙了吧！不是李大哥，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的。你真的确定是他吗？周老师，我们那些家长可神通广大着呢。哎，李大哥，既然那些孩子们家长那么神通广大，要不让他们帮忙，把咱们魏红这个事情给摆平喽？这个事儿啊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周老师这边，我会尽全力帮助他。那就先谢谢你了。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校长，你可千万别冤枉周老师啊！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家长主动要求周老师给我们的孩子补课的。对对对，周老师也实在是抹不过情面才补的。是啊，校长，周老师真是个好人。你看我孙子送到周老师那里以后，成绩也上去了，而且学习啊，他也自学了。我就搞不明白那些检举周老师的人，我看他们呢是嫉妒周老师学识好，人品好。校长，你一定要网开一面，千万不能让一个好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就是。情况啊，我都了解了，你们回去吧，待会儿我要开会。李元龙带着家长去给周卫红说情，没想到却适得其反，
反倒把他办补习班的事情全部抖了出来。很快，周卫红便受到了学校的处分，她的心情也糟糕透了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的哭。刘梅和丈夫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